有个人一直在问，如果穿越到何以璇身上会怎么尝试改变现状？穿越到这个问题怎么问？就是我现在去穿越吗？我去穿越的话，那让他开开心心的在大墓里面生活了，两个哥哥也不用战死，父亲也不用去摔伤腰，就在大墓里面平平淡淡才是真。对，娶一个爱自己他也爱的大墓女人，过日子就挺好的。紫砂涂口红吗？涂啥口红啊？涂口红，我嘴一直都很红，我嘴唇。我演郭靖的时候，因为郭大侠嘛，也是从这个大漠来的，然后他们觉得我那个嘴唇太红了，然后都用那个粉压的唇白，所以有些场次都那个生病了似的。我嘴唇本来就很红，我现在啥都没涂。哎，我别说口红了，我现在我这个整张脸我都给你来，就这么红的，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跟身体原因吧，是怎么的？但是涂唇膏，唇膏是涂的。那天那个去微博扫楼，那个不是给我们护唇嘛？护唇的我觉得都带回来，那个挺好用的。莎莎，你好会表现痛苦哟，很容易和观众打开疼痛的共享。想问一下，表现这种情绪爆发戏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太沉静了，导致身体不适的感觉呀？是怎么处理这种戏份的？谢谢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目前来说应该没有吧，但是确实我觉得感受型的演员的话，你得去成为那个人物，你要去痛他所痛，乐他所乐，经历他所经历，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是有一点点伤害吧。比如说你要去饰演一些特别情绪特别激动、特别复杂的角色的话，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可以释放掉你一些情绪，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吧。这个东西就是只要热爱，其实没什么值不值得的，就是对。但是我会记住这句话，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身体，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角色。感受型的演员还是比较沉静。新疆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太多了，牛羊肉刚刚也说了，然后那个馕饼也贼好吃。那个就是刚刚从那个是吧？烤炉那个像拿出来的，哇，很香。然后我们还去乌鲁木齐，玩了2天，也都挺舒服的。演完何以璇要多久可以出戏？当天我就泡了个澡，然后给自己，我在那个浴室待了起码得有1个小时吧，就把整个人的身上的戾气呀、眼神上的戾气啊，各方面都想给洗掉。但是我觉得最快出戏的办法就是赶紧进入下一个角色。对，所以当时拍完没多久就进了捕风，演了希望、西蒙、西泰，就王母泰这3个人物，马上就出来了。想想跟梁家辉老师演，这是什么事？就跟家辉老师就是很有缘分，就是挺奇妙的一个缘分。然后跟前辈真的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各个方面啊，那真的是相爱相杀的。虽然我相信这个少年时期
何以璇少年时期的时候，对老莫肯定也是有爱慕的，就是崇拜的。老莫组长啊，对吧？这又有威望，又有知识，又这各方面的，所以他对老莫肯定也是有爱过的，就是这种对他的一种尊重的崇拜。那到了后边就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到卜峰也是嘛，希望对他是其实大家对他还是挺爱的，对傅龙生。所以说再有下一次机会的话，我不知道卜峰2里面是怎么写的，但是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还是别那么打打杀杀追着杀的关系吧，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奋斗，一起面对敌人的这么一些关系，人物关系，人物角色。为什么这么喜欢橙色？因为我觉得橙色是非常的有活力、鲜活，但是它又不像，就是没那么张扬，就看起来是舒服的。比如说你个橙子是吧？像看一个橙子，看水果，你看起来是舒服的，你想要去跟它去亲近的那种欲望，所以我对橙色是情有独钟，也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怒火蔓延什么时候上？配音了吗？配了。上个月已经配完了。实话实说，还是非常的有质感的。然后那天导演和制片人都在，他们说努力的往这个我不能说吧，这个对，反正我希望今年跟大家见面了。对，他们在努力，反正我的部分已经拍完了，不是已经配完了，配完音了，怒火和征战都配完了，欢聚也配完了，希望早点跟大家见面吧。也是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你觉得哪个样才能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我觉得，多去经历吧，多去经历，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让你一下子内心强大。我特别佩服那种，就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就把他教育的非常好，然后各个方面把他滋养的非常好的那种人啊，我遇到过，就是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我很羡慕他们。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我现在也不强大，只不过是一步步的、一次次的经历和随着你年纪的上涨，让自己别那么多的焦虑，让自己的心理更强大，就是都去经历。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适当的躺平也挺好的，对，不要那么就是我以前的话就不行，我要这样，就是有可能有些东西你不行吧，但是就是非要证明，非要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在也在有些东西是真的，你不是你什么都行的，就是也是要放过自己。真的不可能人什么都会，什么都行。放过自己，其实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帮助。然后多去跟大自然接触，大自然会给你滋养。可能我从小就在大自然生长也有关系吧。就自然滋养了我很多，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外部条件上都是。Yes。冬天不开工的时候几点起床？这就看下不下雪吧。如果下雪的话，一大早就起来去滚那个雪球，然后在雪地里面滚。我们小时候都是穿着那个披毡，就是在雪地里面滚来滚去的，然后滚出一个球。然后能多睡就多睡。对，我昨天就睡得比较少，但今天我跑步的地方也有雪，所以就很开心。对30岁的自己有什么期待吗？没有特别必须要的一些期待，但是我还是期待遇到好的角色，遇到丰富的角色，遇到饱满的角色。对表演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这个要期待吧，然后也期待身边的人、家人、工作伙伴都健康，然后尽量的保持开心。何以璇吃馕会配折耳根吗？他会吗？他会配大漠的玫瑰吧，带刺的那种，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狠啊。我此生会配，但何以璇配不配折耳根，我觉得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了算。还有香菜、大漠、玫瑰，对。如果何以璇有社交账号，个性签名会是什么？会是啥？我是大漠的可汗，我是新可汗，这样吧，应该是。你看那个乌噜噜跑进来跟他说何以璇，何以璇的时候，他说你叫我什么？说明平时是吧？几个发小对他都是可汗可汗的哄着他，有可能啊。这是什么问题？再说一遍，我是猛男，我本来就是猛男啊，我是猛男。不打屏幕了。15亿福利，15亿什么福利啊？15亿，说实话，我这人吧就比较枯燥，平时就是真的就是看看电影、跑跑山、打打拳，就这些。有什么福利？我这哦，要不我给大家来个完整的那个叫什么？山对山呀，俺是吧？山对山来，俺对岸那个手势舞吧，好不好？15亿，OK， 15亿，继续冲啊，继续冲，这个票房是要往上。莎莎觉得下一个问题了啊，莎莎什么？莎莎觉得折耳根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凉拌嘛，然后再加点叶子，不要只是根，再加点叶子，放点醋，放点少的盐，就非常的美味了。对于我来说，折耳根、香菜呀这些。有一个人一直问对蜜儿是什么感情，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他对爱玉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都是发小，我们都是在一块儿有非常欢乐的时刻，有过非常欢乐的时刻的，跟蜜儿也好，跟爱玉啊也好，跟牛罗、跟大赖、小赖、跟乌噜噜，我自己写的前传就是人物小传也是，我们都有很多有欢乐的时刻，一起骑马啊、摔跤啊，玩这种沙漠里面找那种喷泉，然后玩泥巴，玩沙漠泥巴、沙子泥巴。对，所以你要说是什么样的感情，肯定不是都谈不上。何以璇没到那个时候，因为对他的家庭，他给他带来的种种经历、种种桥段，对他来说太多了，太打击了，一件事情。何以璇不当可汗，当标人会怎么样？那应该他的武力值不太高，可能就是被护着的那种吧。对，这个请发表你们的感言。何以璇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整个家庭里面和大漠里面，他见过真的爱他的人吗？因为在动漫里面是没有写他的母亲的，他父亲一上来也是这个腰伤了，
所以前面都没有这些描述描绘。徐老师对这个，所以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有，他母亲可能是很爱他的，所以他在8岁以前、12岁以前，可能就是很欢乐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跟自己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有没有真的那种温暖的时刻，好像都没有。好，下一个问题吧。对于网友说何以璇是新盟的前世有何看法？脑洞太大了，这个你们把何以璇和江月都能够联系在一起的，那这有啥不行的？确实是，都是跟这个，一个是跟老丈人对着干，一个是跟自己的养父对着干嘛。那有某一些地方可能有点像吧，但其实西蒙毕竟是个现代人，他的做法可能没那么疯狂。我觉得网友就是你们的这种脑洞就非常的有意思。下一个问题，三上春晚什么感觉？很开心，很荣幸，真的非常荣幸。然后这3次都是跟非遗文化相关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就是现实的还是真实的？哦，不是，是梦幻的还是真实的感觉？因为之前的话，很多我们老家的人其实只要是有电视的，不一定看电视剧和电影，说到哪个明星哪个巨星不一定认识，但是都会知道春晚。那第一年就是跟偶像李小龙的一个后人演一个偶像李小龙的后人，就很开心，玩双截棍，轮滑。第2年就是也是非遗剪纸相关的，今年那是骑马。然后今年就是真的是想不到，就是骑马上这个长江大桥，长江第1大桥，哇！就是我第一天，而且第一天就拍那个，真的就是都不是开心来形容，就是真的就是感谢这个时代吧，真的感谢这个时代，要不然我也从大山里面骑马骑不进这个春晚。就是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些机会，然后机会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去珍惜把握。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想问的？但时间也差不多。如果何以璇生活在现代，你觉得他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适合做什么？你们说吧，来，答案区交给你们。对，那就差不多了，朋友们，时间也不早了，然后，对，我明天也还要开工，现在要去做一些功课，咱们这要，对，那个，祝大家马年大吉，新春快乐，然后也感谢对标人的支持，对何以璇的讨论，希望你们继续再支持，继续再加一把油，加一把火，我们这个对羽毛都飘起来了，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啊！多谢，羽毛，5根羽毛，现在我有1把羽毛。拜，对，晚安，多谢，拜，对，晚安，多谢。